今天我们要聊聊一个让许多父母崩溃的经验。小朋友只要一上托婴中心或幼儿园，就彷佛踏入了无限感冒循环，流鼻水、咳嗽、喉咙痛，甚至肠胃炎轮流上场，全家大小接力中招。很多人直觉认为，孩子这么常生病，是不是代表他们免疫力很差呢？毕竟我们常听说某某人一年到头不感冒，体质真好。然而最新的医学研究告诉我们，真相恰恰相反。常感冒不一定是坏事，它可能意味着孩子的免疫系统正在茁壮成长，甚至提供出乎意料的保护力。我们今天就要深入探讨，为什么常常感冒的孩子反而更不容易得大病，解开这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免疫秘密。首先，我们来看看为什么小孩子特别容易感冒。事实上，幼儿频繁感冒是正常现象，并不表示免疫力不好。医生统计指出，6岁以下的儿童平均每年会感冒5到8次，有些孩子甚至一年生病超过10次以上，都属于正常范围。国外研究数据显示，有些幼儿平均一年感冒12次之多，仍然只是免疫系统正常发育的表现。相反地，成人通常一年感冒2-3次左右，学龄儿童大约每年4到6次。也就是说，小朋友常常鼻水咳嗽，看起来体质虚弱，但其实这是成长过程中的必经阶段。那么，为什么幼儿特别容易反复感冒呢？原因有几个。第一，免疫经验不足。新生儿在出生后头几个月，体内还有来自母亲的抗体保护，不太容易生病。但这些妈妈给的抗体，通常在6-7个月后就逐渐消失了。当宝宝到了半岁大，必须靠自己的免疫系统面对外界时，就开始频繁遇上各种病菌病毒。此时孩子的免疫系统还是新手，以前从没见过这么多敌人，每一种病毒对他们来说都是全新的挑战。第二，集体生活的暴露。孩子一上幼儿园，天天和其他小朋友近距离接触，共同玩玩具，分享东西，这就像去学校交换病毒一般。只要班上有一个孩子感冒，病毒很容易透过飞沫接触传给一整圈的小朋友。幼儿的好奇心和卫生习惯又尚未成熟，他们爱乱摸乱碰，揉眼睛，抠鼻子，把手放进嘴巴，种种行为都在帮助病菌传播。所以幼儿园简直是病毒的训练营，孩子们在里头难免轮流中奖。当然，还有一个重要因素，导致感冒的病毒种类实在太多了。光是能引起普通感冒的病毒就超过100多种，包括鼻病毒、冠状病毒、腺病毒、偏肺病毒、肠病毒等等。每次感冒可能是不同种类的病毒作怪，因此孩子刚打败一种，又可能遇到另一种新病毒来袭，感觉就是没完没了。然而，这背后其实有个好消息，每当孩子打赢一场病毒战役，免疫系统都会记住敌人的样子。医学上说，孩童每次生病痊愈后，体内都会产生对应病毒的特异抗体，而且通常能保持长期甚至终身免疫。换句话说，孩子每感冒一次，就等于拿下一枚免疫勋章，对那种病毒下次来犯时，已有了终身的防护盾牌。随着年纪增长，累积足够多的免疫勋章后，孩子自然就不容易再被同样的病毒打倒。很多父母都发现，大约到了4-5岁，孩子感冒的频率明显降低了，因为在幼年时期，他们已经陆续接触过大部分常见的病毒，建立起广泛的免疫保护伞，所以未来较少生病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成人不像幼儿那样动不动就感冒，不是因为大人比较不会接触病毒，而是大多数常见病毒我们早就打过交道，有了免疫记忆。既然如此，常感冒其实是免疫系统在进步，可以把孩子的免疫系统想象成一支军队。刚出生的时候，这支军队里的士兵免疫细胞虽然齐装满员，但都缺乏实战经验。每一场感冒就是一场小规模战役，虽然让孩子流鼻涕发烧，父母手忙脚乱，但实际上免疫系统正是在实战中学习。每打败一种病毒，就像军队赢下了一次演习，士兵们学会识别新的敌人，指挥官免疫记忆细胞也记下战术，下次遇到同类型敌人，可以又快又准地歼灭它。透过这样反复的磨练，孩子的免疫部队变得越来越有经验，反应越来越迅速。
等孩子长大一些，再碰到以前见过的病毒株，很可能免疫系统一出手就把病毒干掉了，孩子甚至不会明显生病，顶多轻轻 sniff 几下就过去。因此，幼年时的频繁感冒，其实是在为一生的健康打基础。正所谓小病不断，大病不犯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许多父母回想会发现，当年幼儿园常常生病的孩子，到了小学甚至成年后，反而很少感冒。这并非运气，而是免疫系统在童年已经得到充分锻炼的成果。说到这里，有些人可能会问，那是不是表示从不感冒的人免疫力反而弱呢？这观点听起来很矛盾，但民间确实流传这样的说法，连某些老师都曾半开玩笑地提醒过，如果很久都没发烧感冒，别高兴太早，搞不好是身体对病毒没反应了，一旦生病就可能是大病。那这种说法有道理吗？其实大多数情况下恰恰相反。前面我们提到，大人比较少感冒，多半是因为体内已经有丰富的抗体库和记忆细胞，一有风吹草动就能提前铲除病毒，根本不让症状出现。比如可能某次流感病毒入侵，一个免疫力强的人体内早有相似病毒的记忆 T 细胞，第一时间就干掉入侵者。因此表面上看这个人完全没生病，但实际上他的免疫系统已经经历了一场无声的战斗，并且胜利。所以不常感冒的人，往往正是因为免疫系统够敏锐、够强大，才能让小病不发生在明面上。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不生病等于免疫差空，除非是极端案例，例如免疫缺陷患者，他们遇上病毒可能没有足够免疫反应来对抗，导致感染失控。但一般健康人大多数不生病，是因为免疫反应太有效，把敌人消灭于无形之中。所以平时很少感冒的人不需要担心自己免疫力低下，相反地，我们更该注意的是，过于频繁且严重的感染才可能是免疫系统有问题的警讯。比如医师建议，如果孩子1年内有超过2次严重的细菌感染，像肺炎、鼻窦炎、菌血症这类需要使用抗生素治疗的重症，那就需要进一步检查是否存在免疫缺陷。幸好大部分小朋友虽然感冒不断，但都属于轻症范围，几天到2周内自己就好了。这种情况下，父母大可放心，孩子的免疫力正在正常发挥作用呢。了解了长远的免疫记忆如何保护孩子，我们再来看看更让人惊讶的发现。频繁的小感冒甚至能带来短期内的额外保护力。最近的科学研究揭示了一种病毒与病毒之间互相干扰的现象。简单的说，当我们感染了一种普通感冒病毒后，在随后的几周内，我们反而比较不容易被另一种病毒感染。听起来是不是很神奇？这并非传说，而是有科学实验支持的。2025年，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研究团队在传染病期刊发表了一项大规模研究。他们在2020年5月到2021年2月间，追踪了1300多户家庭，超过4000人的健康数据，检测这些人的鼻腔试纸样本中是否有新冠病毒或常见感冒病毒，主要是鼻病毒。结果发现，如果一个人在短期内刚感染过鼻病毒，也就是一般感冒最主要的元凶之一，那么在接下来几周里，感染新冠病毒的几率显著降低。这种效果在儿童身上尤其明显。换句话说，小朋友刚刚得完一场小感冒，接下来面对新冠这样的大魔王时，居然更不容易被击倒。科学家将这种感染一种病毒后，暂时避免另一种病毒入侵的现象称为异源病毒干扰。其实这种病毒之间的互相牵制早有端倪，例如流感病毒和鼻病毒之间就被观察到存在此类竞争关系。当流感在流行季肆虐时，鼻病毒的传播似乎受到压制，反之亦然。而上述研究是首次证实鼻病毒也会干扰新冠病毒的传播。这发现令医学界相当兴奋，因为理解病毒与病毒之间的互动机制，未来也许可以开发全新的防疫策略，并不仅仅依赖疫苗或药物来预防新兴传染病。那么异源病毒干扰是怎么做到的呢？研究人员进一步分析了受试者的呼吸道基因表现，找到了可能的原因。原来当鼻病毒感染我们时，
它会触发身体启动一系列先天免疫反应，尤其是会诱导细胞大量产生一种关键的抗病毒蛋白质干扰素。干扰素就像身体拉响的警报，它不仅让被病毒感染的细胞进入戒备状态，制造各种酵素来对抗病毒，阻断病毒复制路径，还会通知周围邻近的细胞也加强防御，把病毒可能利用的门户统统关上。打个比方，病毒入侵就像小偷闯空门，干扰素警报一响，全屋子的门窗立刻自动上锁，还有保全人员四处巡逻。如此一来，在这段短时间内，别的病毒包括新冠病毒再想进来就难上加难了。这种全方位的临时戒严虽然维持时间不长，但足以有效压制其他病毒的入侵，特别是在儿童身上，这种效果更突出。一方面，儿童本来干扰素表现就比成人高，免疫系统处于比较警醒的状态；另一方面，孩子几乎全年都反复感染各种感冒病毒，他们呼吸道黏膜细胞经常处于干扰素高度警戒模式，所以当新的病毒像新冠来袭时，孩子体内的免疫警报能更快速地响起，提早阻止病毒扩散。这就解释了为何在2020年至2021年疫情期间，全球观察到孩子感染新冠后的症状往往比成人轻微，甚至很多小孩无症状感染。原本专家们还猜测，可能是因为孩子体内的新冠病毒受体 ACE2 受体比较少，或是其他生理差异。但现在看来，频繁感冒给予的天然保护才是重要原因之一。有科学家形容，小小的普通感冒竟意外成了儿童抵御新冠病毒的天然防护罩。听到这里，你可能想问，既然感冒后有短暂保护，那我要不要让孩子故意去感染感冒来增强抵抗力呢？答案是绝对不要，千万别误会，我们并不是鼓励大家去以毒攻毒。上述病毒干扰效应虽然真实存在，但它带来的保护是短暂的，而且毕竟感冒本身会让人不舒服，严重时还可能引发并发症，尤其对某些气喘儿或免疫力真的很低的孩子来说，故意感染任何病毒都可能让他们陷入危险。我们探讨这个现象的重点，主要是为了了解免疫系统的奥妙，以及未来或许可以借由模拟这种效应来设计新的防疫方法。例如，科学家希望参考异源病毒干扰机制，找出能广泛激活干扰素防线的疫苗或药物，在疫情初期为高危人群提供临时保护。不过，这些都是未来的研究方向了。目前大家还是应该预防为主，不要真的去让孩子以病防病。感冒虽是小病，但该照顾的时候还是要好好照顾，该避免感染的场合还是要避免，毕竟能不生病是最好的。我们真正需要改变的是对孩子频繁小病的看法。下次当孩子又感冒时，父母不必一味沮丧的觉得糟糕又来了，想一想，这其实可能是在给他的免疫系统上一堂宝贵的课呢。除了短期的干扰素保护，我们再来谈谈不同病毒之间的交叉免疫。前面说的异源干扰主要涉及先天免疫的广泛警报作用，维持几周的效果。而另一种有趣的现象是长期的部分交叉免疫，涉及适应性免疫的记忆细胞。举例来说，引起普通感冒的病毒中，有一类是季节性冠状病毒，跟新冠病毒属于同一家族，冠状病毒家族。平时这些季节性冠状病毒很常见，通常只造成轻微感冒。一项研究显示，学龄儿童平均每年可能感染多达12次感冒，其中很多就是各种冠状病毒。结果，在新冠疫情初期，科学家们发现大约70%的儿童在4岁前体内就已有某种冠状病毒抗体。也就是说，大部分小孩在疫情来临前，其实已经和冠状病毒交手过多次，只不过那些对手是较温和的感冒病毒。这些孩子体内因此存有一些可以识别冠状病毒的免疫细胞，例如记忆 T 淋巴细胞。当新冠病毒出现时，这些见多识广的免疫细胞或许能部分认出新冠病毒身上的相似结构，从而较快地做出反应。牛津大学的免疫学权威约翰贝尔教授早在疫情初期就提出这种推测。他认为孩子之所以对新冠有较强抵抗力，很可能是常见感冒已经让他们的免疫系统提早做好准备。
果然，后续的研究陆续证实，在许多从未感染过新冠的人体内，仍然可以找到对新冠病毒有反应的 T 细胞。推测来源就是过去对其他普通冠状病毒的免疫记忆。这种交叉反应性在免疫学上并不罕见。近似的病原体之间，免疫系统有时能够举一反三。对孩子而言，他们年年被各种冠状病毒骚扰，反倒可能因此在新冠大流行时拥有成年人所没有的额外防御。当然，除了病毒本身的交叉免疫，年龄也带来免疫系统的灵活度差异。年轻的免疫系统就像一支充满新兵的军队，可塑性很强，能迅速培养出针对新威胁的兵种。而老年人的免疫系统更像一支资深但保守的部队，他们的新兵训练营凶线在30多岁后就逐渐退役了。所以老年人的 T 细胞大多是老将，只懂得对付曾经见过的敌人，面对全新的病毒时反应迟钝。而孩子和年轻人的免疫系统依然有源源不断的新兵，可以创建对付陌生病毒的特种部队。这也是为何随着年龄增长，免疫细胞会出现老化现象。有些免疫细胞虽然失去功能，却赖在身体里不走，导致免疫反应不如年轻时敏锐。综合来看，孩子常常感冒，一方面累积了广泛的免疫记忆，另一方面保持了免疫系统的高度戒备和可塑性。双管齐下，使得他们在对抗新病毒时反而具备独特的优势。或许我们可以这么说，小病不断，其实是身体在秘密升级。每一次流鼻水，每一次发烧，都是免疫系统升级打怪的过程。等级提升了，装备、抗体和记忆细胞也收集齐了，以后遇到同样的怪物就不怕了，甚至遇到类似的 BOSS 也有了额外抗性。因此，父母不必因为孩子总感冒就灰心丧气，反而可以正向的看待。这表示孩子正在用自然的方式锻炼强大的免疫防线。相反地，如果一个孩子从不经风雨，完全与病菌隔绝，那免疫系统反而可能发育得不够成熟。其实早有一个知名的理论叫卫生假说，讲的就是这个道理。科学家注意到，20世纪以来，随着人类生活越来越干净，传染病减少，反而过敏和自体免疫疾病大幅增加。这让人怀疑，过去孩子们经常在泥巴地里玩，跟动物接触，身体习惯了各种细菌、病毒的存在。免疫系统学会了什么是真正的敌人，什么是无害的东西。而在现代高度卫生的环境下，孩子少了与病原的接触机会，免疫系统反而可能分不清敌我，开始对花粉、尘螨这些原本无害的东西过度反应，引发过敏，或者因长期缺乏刺激，处于无聊状态，哪天突然面对一场大感染时手足无措。这并不是说我们要让孩子刻意去吃脏东西、玩细菌，但适度的环境暴露其实对免疫发育是有益的。像研究发现，有兄弟姊妹较多或从小有养宠物的孩子，过敏和气喘的发生率反而较低，因为他们在年幼时就接触了更多元的微生物，免疫系统得到充分演练和调教。不少家长或许也发现了类似现象。第一，胎孩子小心呵护，少跟外界接触，结果一上学并不停，反而是老二、老三从婴儿起就被哥哥姐姐传染各种病菌，常常流鼻涕，但上学后适应得很好，抵抗力似乎更强。这并非错觉，而是老大的那些感冒在无形中也帮弟妹上了课。当兄姐生病时，家中环境就充满病毒，宝宝多少也会轻微感染，提前刺激了免疫系统。所以有时候弟妹虽然年纪小，免疫反应一点不比大孩差，因为早就见识过病毒的症状了。这些例子都印证了免疫系统需要透过实战来成长，适度的病原刺激对建立健全的免疫力是有帮助的。当然，话说回来，我们并不是要美化生病的感觉，谁都不希望孩子难受，也不希望自己老是请假照顾生病的宝宝，所以该做的预防还是要做，例如均衡饮食、充足睡眠、适当运动，这些良好生活习惯能让免疫系统状态更好，对付感染时更快恢复。同时，该打的疫苗一定要打。疫苗其实就是科学家提供给免疫系统的模拟考题，
提早让身体认识病原的一些特征，这样日后真的遇上期末考真实感染时，免疫系统就不会手足无措。疫苗能大幅减少孩子罹患重症的几率，这是人类利用免疫记忆原理对抗传染病最伟大的发明之一。在照顾方面，孩子感冒时，父母可以做的是支持免疫系统打战，而非乱用无效的方法，例如多让孩子休息，多喝温开水，必要时使用退烧药、止咳药来减轻症状，但不要随意要求医生开抗生素，因为感冒几乎都是病毒引起的，抗生素对病毒无效，反而可能破坏体内正常菌丛。医师也提醒，常用的感冒药只是在舒缓不适，不会削弱免疫力。家长不需要担心吃药会让抵抗力下降，真正需要注意的是抗生素滥用，因为那可能导致细菌产生抗药性，以及耽误正确治疗时机。所以小病在家的时候，就安心让孩子的免疫系统自行对抗病毒吧。我们要做的是提供支持，而不是妨碍。值得庆幸的是，大多数小朋友的感冒虽反复出现，但都能靠自身免疫力慢慢痊愈。这说明孩子体内的防御机制在正常运转，只要观察他每次病程逐渐缩短，症状不至于太剧烈，其实就是免疫系统越来越强大的迹象。最后，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发现，常感冒并不等于免疫力差，从短期和长期两方面看都是如此。短期来说，刚得过感冒的人体内干扰素水平高，细胞处于抗病毒的警戒态势，反而一段时间内不易再受其他病毒感染。长期来说，幼年时反复感染各种病原，累积了丰富的免疫记忆，未来更能快速识别和清除病菌，不易生大病。所以那些童年时常常感冒的小孩，长大后很可能成为我们羡慕的一年到头很少生病的体质。与其说他们天生如此，不如说是幼时千锤百炼换来的结果。当然，我们不是鼓励故意去生病，而是希望大家调整对待感冒的心态。面对孩子反复的小病，不要过度惊慌，更不要急着给孩子贴上虚弱的标签。相反地，您可以想，孩子的免疫系统正透过这次感冒学习本领呢。正如一句俗话所说，那些没有击倒你的，最终让你更强大。对免疫系统来说，尤其贴切，每一次打不倒孩子的轻微感染，都在默默强化他的抵抗力。当然，该就医时还是要就医，该吃药时不需犹豫，但心理上不妨少一份恐惧，多一份信任。信任我们体内这套精妙的防御机制。展望未来，随着科学对免疫的理解加深，也许我们能更巧妙地利用这些原理，例如研发出可以提升干扰素戒备的预防疗法，或者制造出模拟多种感冒病毒的广谱疫苗，让免疫系统接受全面演习，而不需真的受感染风险。不过，在那一天到来之前，孩子们仍会继续打他们的感冒小怪兽，建立自己的健康盾牌。对家长来说，与其焦虑，不如做好后勤，提供营养、休息和照顾，让孩子的小小身体顺利赢下每一场战斗。要记住，平凡的小感冒其实是大自然给孩子最好的免疫训练营。当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，再回头看流鼻涕的宝宝，或许心情都不一样了。那不是虚弱的表现，而是强大的免疫力正在养成。所以别再因为孩子常感冒就怀疑人生，下次遇到时试着笑一笑，安慰自己，小病不停，健康加分，宝贝正在一步步长出金刚不坏之身呢。祝愿所有的小朋友都能在这场免疫历险中茁壮成长，也祝每位照顾他们的爸妈都能保持耐心和信心。下回再看到孩子打喷嚏流鼻涕时，别忘了我们今天说的，常感冒不代表免疫力差，从某种角度看正好相反，那是他们身体变强大的必经之路。每一次感冒都是一次隐形的投资，投资在孩子一生的健康银行里。当这些存款累积够多，他们将拥有对抗各种疾病的本钱，笑傲未来更大的风浪。这样想想，是不是对小感冒也就没那么忧愁了呢？让我们以平常心迎接那些小小病菌的挑战，迎接更加坚韧的未来。健康成长之路就藏在这些看似烦人的流鼻水与发烧里。加油吧！
小小免疫勇士们，